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谁是但以理。在众多被掳的神的子民当中，有这样一个人，因着相信神借着申言者所说的话，受这话的冲击影响，就心无旁骛，禁食祷告，一心寻求神的旨意和神旨意的完成。这样的绝对倾心给了神一个地位，把关于神将要如何借着他的经纶来实现神对勇士的计划启示给他。他爱神，爱神的心意，爱神的作为，他也成为神眼中大蒙眷爱的人。这个人名叫但以理。在整本但以理书中，我们常对那些但以理所揭示有关人类命运的预言感到好奇，然而却少有人留意但以理是如何从一个少年成为一个神所托付可以转移时代的人。这让我们这些在这个同样过程里的人可以连于但以理的经历，也有份于主今天在地上的行动。在但以理书第9章和第10章，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有担当、愿意背负的人。是什么让但以理有这样的光景呢？是什么使但以理禁食披麻蒙灰呢？是什么使但以理悲伤到一个地步，对从世界来的一切享受和对肉体的呵护毫无兴趣呢？正是那个在话里的神。这个时候的但以理已不再是但以理书中第1章那个10几岁的少年人，而是一个满了人性丰富经历的长者。在他的一生中，他目睹了以色列子民亡国被掳，经历了帝国的兴衰，得着了关于神对以色列的命定，以及神对勇士经纶的意象，并且活在他所看见的意象中。他看见神是一切背后的真正掌权者，神一切的安排，世界的局势都是为了神的经纶，使基督成为宇宙的中心和普及。当他研读神的话，因着爱神，他相信神的话，就受冲击，活在神的话中。这些话将他带进当时以色列人严峻的处境，他觉得非常的沉重。这种沉重使但以理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寻求主，这是他禁食的前提。这种沉重让但以理在神面前倒空自己，成为一个寻求他、合乎他旨意，并且为着他的经纶预备道路的器皿。在这样的状态里，神也向他启示说，我要将那记录在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但以理所经历的异象、属灵的洞察，只有在神话语的冲击下才能发生。他接触神话语的经历，正是神的子民应该有的光景，使神能够启示他的需要，也使我们能与他配合。从但以理的时代到今天新约信徒的时代，我们属灵的禁食都是为着主的征战，与他是一。然而今天我们有没有但以理这样禁食祷告的光景呢？主的话有没有启示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负担，热切地寻求他呢？我们有没有被倒空，并且有负担去认识他的心意呢？今天神正在寻找一般子民，真实的被主的话冲击，而活在这种祷告禁食光景里的人，能在地上与他配合，加入他的征战，击败他的仇敌。让我们成为但以理，他的得胜者，借着属灵的禁食与祷告，带进他的国度，完成他对勇士的计划。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
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